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呢，我们要来对这棵兰花进行换盆的动作。这个兰花是我朋友的兰花，它呢现在正处于一个积极生长的状态。你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它在中间的部分呢正在长一片新的叶子，而它的根系呢也逐渐的延伸，正在生长，所以我们就决定将它换盆。因为这棵兰花呢已经把它今年开的花全部都开完了。这个片段是我上一次对这个兰花跟各位做介绍的时候拍的。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花呢，是这棵兰花的再次来花不是刚从grocery store 或者是超级市场买回来的。这是我朋友收到的礼物，然后他非常细心的照顾这个兰花，然后又重新的开花，而且开的这个相当的好。这个状况相当的好。那因为已经开过再次来花，开完花了之后呢，那它呈现积极生长的状态。那我们又检视了一下它的这个介质它的这个介质呢是树皮。我们觉得这树皮感觉已经是比较老旧了，所以呢，我朋友就请我帮忙来帮这个兰花进行换盆。一般来说呢，树皮大概就是2年差不多就应该要更换了介质不更换的话，它可能会败坏、腐烂，那也会造成根系的一些伤害。这一次要使用的介质呢，其实是我家里有很多的这个 hydrocorn， 右边的这个 hydrocorn， 或者是左边的这个比较小颗粒的 mantle clay。那我们会用这2种介质的混合来帮这颗兰花进行介质的更换。在我们将兰花取出来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先将它泡了一段时间了，让这个介质呢跟根系都呈现比较湿润的状态，这样子在于取出介质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也进而不会因为树皮根系粘得很紧的情况之下呢，而把这树皮取下来的过程当中造成根系的一个损坏。当介质都差不多取出来之后呢，接下来一步就是要用莲蓬头将一些比较细小的屑屑呢，我们尽量的把它冲干净。接下来呢，我就会用3%的双氧水或者是50%的酒精来对我要用的修剪的剪刀进行消毒，然后呢就可以来修剪刚刚冲完水清洗过的根系。因为有些根系一定已经死亡，有些不健康的根系，我们都可以在这时候呢用消毒过后的剪刀进行修剪。这颗兰花就如你所看到的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修剪，因为它本身的根系呢相当的健康。绿色的这些根系应该都是老根了，但是呢白色的部分呢都是这颗兰花正在长的根，但是因为它在盆里面生长，没有接触到太阳光，所以它呈现的颜色就比较淡。那在修剪过后呢清洗完修剪过后呢，我们就会再用3%的双氧水跟50%浓度的酒精在根系上面进行喷洒。原因是因为呢要针对根系上面呢进行消毒以防说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霉菌或者是一些小虫子这些都可以透过酒精跟双氧水的这样的喷洒消毒过程中把它们就是剔除掉，然后呢就静置在一个paper towel 纸巾的上面静置一下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就可以在它静置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来着手准备我们要使用的这个介质。刚刚有在影片之前有跟大家看过了，就是 hydrocorn 跟 mantle clay 这种大颗跟小颗的这个混合的介质，来为它进行一个repot 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兰花的旧介质，看起来的确是比较老旧了一些。
我们将重新使用兰花本来使用的容器，所以经过洗净之后呢，我们就把兰花放进去原来的这个容器里面。那因为这颗兰花属于大型的兰花，所以它叶子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呢，有一点点头重脚轻，所以我们进而用了一根杆子、一根竹签将它固定住之后呢，才利用一些工具，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汤匙呢跟筷子来将这些介质填补进去。在这个换盆的过程中除了将老旧介质取出来之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填补介质的过程是最需要耐心的。那在这时候你千万就是必须要尽量慢慢的让大颗跟小颗的这个颗粒分布能够均匀，然后在不伤这个根系的情况之下呢，慢慢的将这颗兰花就是这个介质填满好之外呢，还要同时注意它的这整个兰花它的一个位置不要让它偏让它能够就是依照你要的这个直挺的状态来进行填补。那这边你看到我们多加了一根筷子，其实是因为内杯它对于它跟外杯它的这个空隙相当的小，那我们为了要让一方面是让我朋友能够轻易的将就是兰花整个内盆能够拿得起来之外呢，其实这样增加的一个空隙呢也能够让这个杯子里面稍微有一点空气的对流，才不会就是说在最下面底部的这个水汽呢就是在杯子里面待太久。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个呢，其实它就是稀释过后的柠檬水、柠檬汁加上清水，一般来说就是柠檬汁跟水的比例就是1:2。比如说一条根的柠檬汁就配2条根的清水。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拿来清洗叶子用的。有时候兰花买回来，你会看到上面有白白的东西那可能是一些农药，有可能是一些肥料那在这叶子上面呢，其实有时候不是很美观，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溶剂就是柠檬水来对叶子上面进行擦拭那一般来说是相当有用的，而且在你养兰花过一阵子之后呢，其实难免花上面的这个叶子也会有灰尘，所以呢，你也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柠檬水来对兰花的叶子进行擦拭，这样子呢，这兰花的叶子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光泽。那这个呢，就是经过换好盆，叶子也清好之后的一个呈现它看起来相当的健康，那也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也就只有这2-3颗兰花，但是照顾得相当的好。那我也跟他说了，因为换盆兰花多少会有一段时间可能需要适应，那因为呢这个介质本身已经有湿润了，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大概7到10天甚至到2个星期都可以不用浇花，让它有一点时间能够适应，再重新对它进行浇水的动作。那在影片的最后呢，我还是附上了一段之前这颗兰花开花的影片，再跟大家做分享。这种兰花其实蛮常见的，在一般的这个卖兰花的地方应该都能够买得到，而且在美国这边大概也就是15到20块美金，也就是在台币大概600块以下就可以买到的一个中大型的兰花。那另外要跟各位提醒的就是，这个兰花它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子一整排非常整齐的这个花型，这样子垂下来的花型，是因为它在这个花梗正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呢，它本来是朝外啦，它是开花的时候，我才叫我朋友把它往内，这样他们才可以看得到兰花，才能够欣赏。但是在朝外的过程中呢，重点就是它的这个角度你不要常常去挪它，挪来挪去的情况之下，它的接受阳光的角度不一样，就会影响到那个花梗它的这样一个直往下垂下去生长的弧形，跟有时候甚至会扭曲它的这个花梗。所以在花梗形成的过程中呢，最好就是你如果一定要挪动它，尽量摆回去差不多一样的角度，主要是因为它跟阳光的关系要一致，这样子它的这个花梗才会好看。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